发财喽！快吃呀，快吃呀！哎呦，发了！非常的谢谢。啊，多谢夫人慷慨让价，在下这就告辞了。走。给我！夫人，这诵经的人是有增无减，府中的财物可是所剩无几了。还有田产都卖出去。夫人，这田产可是吕家的命根子啊！官人才是吕家的命根子，老家院就照我说的去做吧。夫人说了，老奴就办。那吕文州的眷属如此慷慨疏财行善，闹得满城传言四起。难道真是我白某误判了无辜？不会的。那吕文州行奸杀人，人证物证俱全，白某也是据实而审，秉公而断，并无差错呀。可那吕文州之妻摆出那破釜沉舟之势，不分明是在向世人诉冤吗？要是此案真有什么差错，白某这一世清明，岂不要毁于一旦？哎呀，不知不觉天已经到了这般时候，店家，都是你这小店佳酿醉人呐！二位要是觉得好，就再来。哎，你酒店有这么好的佳酿，还怕我们不会再来？哎呦，那小子就随时恭候二位大驾光临。好，告辞。慢走。哎，店家，县衙是往这个方向去吗？县衙。你不会连县衙在哪儿都不知道吧？不，您从此巷口出去，一直向北就是青阳县衙。哦，哎呀，好，我看二位就像是官场上的贵人，真的是跟衙门有来往啊。哎，店家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难道说只有官场上的人才可以去县衙？老百姓有难不一样找县衙吗？啊，告辞。哎呀，二位要是有事找知县，可算找对人喽。哎，店家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青阳知县白大人的贤名，二位没有听说过？听说过。哎呀，那白大人可是咱真正的父母官呐。这百姓有事找县衙，从不搪塞应付。哎，这吕文州杀人案，想必二位已经听说了吧？啊，听说了。哎呀，那吕文州杀人作案手段何其残忍！我看也是这家伙恶贯满盈，罪有应得，偏偏碰上了这位白知县，没几天案子就破了，判了个极刑。哎，这全城百姓无不称赞白大人为民除害呀。哎，店家，刚才我们路过的时候，看见吕家门前大摆道场，是不是还是有点冤呢？冤什么冤？啊？那吕文州是什么东西？谁不知道？哎，像这种见色起意、行奸杀人的恶事，除了他，没人能做得出来。这吕府大摆道场，无非也就是为了混淆视听、掩人耳目。我看他们就算是把8辈祖宗的遗产都散尽了，也是白费心机。那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白大人根本就不吃这一套。哎，这人证物证一样不缺，你说这案子翻得了吗？是。行，王母，天色不早，咱们也该走了。好，告辞了，店家。二位慢走，告辞。慢走。再来呀！妻死的惨，客官，你们可不要受那吕家的蛊惑，是那吕文州杀死我妻子的，他死的惨。哼，你们都受他骗了，你们都受他骗了。原来被吕文州杀死的人家里住这儿，见过白大人再说。
这可是有点太巧了。莫非宋大人也认为此案有冤情？白大人，这是本地产的毛峰吧？味道真不错。哎呀，宋大人，如果宋大人认为此案有疑义，尽管直言赐教，不要顾虑白某的脸面，白某担得起。白大人，不能这么说。宋某这次来，就是想就卷宗中几个疑点，与白老大人斟酌斟酌。哎，宋大人不必绕来绕去了。想必吕府门前的那一出，宋大人也见识了。最使白某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这吕府他究竟想干什么呀？难道白某真的错断了命案，冤枉了无辜？请宋大人赐教。白大人，宋某以为刑狱之事莫重于大辟，凡定大辟之罪，不能不慎之又慎，案情正理不做到滴水不漏，不足以定人命之案。我们同朝为官，不能不以人命为重啊！啊，宋大人，宋大人是说，我白某呈上的案卷尚有疏漏？白大人，恕宋某直言，我的确认为此案当中有几点含糊。哦，宋大人，请，请宋大人直言。白大人，此案中您最重要的一件物证就是这把折扇，对吗？是啊，这把折扇就是吕文周不慎遗留在杀人现场的物证。您怎么敢肯定这一定是吕文周遗失在现场的呢？哎，这上面上明明有吕文周的好友郑玉题写的诗词啊。可是白大人，证词当中为什么没有这个叫郑玉的人的证词啊？嗨，那是吕文周抵死不承认他有个好友叫郑玉，于是我想这个郑玉不过是个赠善人，和此案并无太多的牵连。怎么？白大人，恕宋某直言，这就是本案中最重要的一个疑点。怎讲？你想啊，这个吕文周最终连杀人罪他都认了，为什么就死活不肯承认有一个叫郑玉的朋友呢？那么答案只有一个，白大人，是不是他有可能根本就没有一个叫郑玉的朋友？殷姑娘，夫人，夫人，里面请。哈，你别对我这么客气，要不就显得生分了。您是夫人呢？里边请。什么夫人下人的呀？你们都跟随宋大人这么多年了，我早就把你们看成是自家人了，就像我自己的妹妹。多谢夫人的见爱，请坐。你别说那些见外的话，说到谢呢，恐怕是应该多谢你。不，夫人，殷姑多亏当年夫人的收留，所以才有今天。夫人对殷姑的大恩大德，我这一辈子都是不会忘记的。你快别说这样的话。我当初收留你，不是为了别的，而是为了我自己的夫君。这话怎么说？从我嫁到宋家的第一天起，我就知道，官人是一个风里来雨里去，照顾不了家人的人。而我呢，婆家有年事已高的婆母需要侍奉，娘家还有一个老父亲要我孝敬。不管是作为儿媳妇，还是作为女儿，
我都不可能撇下老人，跟着他四处奔波。唉，你们这位宋大人呐，除了破案子，其实他根本就不会照料自己。要是没有人照料他，我不知道他的日子该怎么过。饿一顿饱一顿不说，就把他犟脾气一犯上来，把同朝为官的同僚都给得罪了。好在他身边有你这个细心周到又知书达理的姑娘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而且我还听说，连洗脚水你都替他想得很周到的。不，夫人，这都是误传。夫人不知道，大人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在他断案的时候解不开难题，他喜欢泡泡脚。我跟他时间长了，所以我知道他这个习惯，知道他什么时候需要洗脚，然后……你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殷姑娘，我今天说出这番话，完全是诚心诚意的，并没有别的意思。真的，我很庆幸在他的身边，能够有你细心照料，还能帮他办案子。所以，我希望我走了以后，我能将他拜托给你。走，夫人要去哪儿啊？啊，我的婆母年事已高，她呢是独子，没有别人可以照顾啊。可我这个做儿媳妇的，总是心里头不落忍啊，所以我想回老家去照顾她。夫人，您是我在这世上见过最贤淑善良的女人了。哟，你们宋大人调教的徒弟也会说凤城话吗？不，殷姑没有一点奉承的意思，真的。好了，话就说到这儿吧。殷姑娘，青阳县的案子进展如何啊？这不，我正在这儿发愁呢。白县令他不会真的有什么差错吧？我这个白叔父啊，把明街看得比什么都重。可是宋大人呢，他又是一个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。如果这个案子真有冤情的话，我相信宋大人不会饶了我这位可敬可爱的白叔父。那你还留在这儿干什么？赶紧过去啊！一面是我的白叔父，一面是宋大人，我去了，又能怎么办呢？殷姑，你别想那么多了。青阳县离这儿也就30里路，你赶紧过去。哎呀，没事的，你赶快过去，啊！去吧。要不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你等等，要不我写封信让你带过去。哎呀，算了，我不耽误你了，你还是赶紧动身吧。谢谢夫人。那我去了。哎，殷姑，啊，路上当心点儿。这都半夜3更了，林老还来死牢提审犯人，也太过操劳了。哎，暗室不明，想睡都睡不着啊。那您发个话，让衙役们把犯人提到大堂上去问。不可，还是亲自来一趟好，心里踏实。说的是，但是您年纪这么大了，你们都把我当成风烛残年、行将就木的人了，是吧？不对，你别瞧我这一身老骨头了，来，你瞧瞧，听听，梆当作响呢。是啊，白大人小的该死，小的跟大人几十年了，您看净讲出这种不恭不敬的屁话。哎，其实啊，你说的也没错，我白某确实老了，这人一老啊，他就容易犯浑呐。大人，您可不会是那种会犯浑的县官。你说的可是真心话？我这把年纪能跟您讲胡话吗？也是啊。
我白某当了一辈子的县官，我还自认为没有犯过什么糊涂事儿。可是别临了，告老还乡。哎，走。您请。吕文州，吕文州，白大人来了，起来。你听见没有？吕文州，你快起来，白某有话跟你说。该问的早就问了。一个将死之人，就别来打扰我了。白大人快70岁的人了，半夜3更来看你怎么这么没礼貌？哼，70又如何？啊，昏庸一世，活1000年也是枉然。哎，小子，你死到临头，敢这么对白大人说话？我就是死到临头的人了，还问什么话呀？啊，不是，白大人，你半夜3更的啊，你不在家里被窝里睡个安生觉，哎，你跑到死囚牢里头干什么来了？啊，我早晚是一个挨刀的人了啊，你就别再打扰我了，白大人，请回吧。啊，你这……哎，吕文州啊，你可要听好了。虽说本县判了你个死罪，可是这案卷呢，要呈报给州提点刑狱官去审核。凡是判了大辟的重案，那要送到刑部去复核。也就是说，本县的判决不是最终的判决。你听懂了吗？白大人都这么说了，你还不明白？啊，我明白了。我明白了，肯定有比白大人更大的官儿想插手此案，是不是？白大人怕吕某人翻供，所以半夜3更不辞辛劳跑到我这儿来。你怕我翻供，这样的话会坏了您老人家一生的清官声誉。嘿，你以为白某就是那样的奸诈小人？在你眼里，白某就是那样的人品官德啊？呸！你小子是瞎了眼了你！白大人，不要跟这杀头鬼一般见识，快消消气啊！白大人，宇文州啊，白某有几句话要问你。这不光关系到白某的名声，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你的性命。要是比起这一条人命来，白某的名声就不足为重了。所以，不管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，你都得给我如实回答。白大人，您想问什么？我问你，在你的朋友当中，究竟有没有一个叫郑玉的？哎，吕文州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你务必给我一句实话。实话。没有。你再说一遍。没有，我不认识郑玉这个人，也更不明白他为什么会送我一把扇子。等等，你是说，你那把扇子是一个你不认识的人赠予你的？换言之，就是说，你接受了一把陌生人赠予你的扇子？白大人，不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，他怎么会赠我扇子呢？哎，这不难解释啊。你是本城的富豪，认识你吕大公子的人，总比你吕大公子认识的人要多吧？况且，
如今这世道，这势利小人可不在少数。那些个为了巴结你这豪绅列族而给你送礼物者，也是不乏其人。而你呢，不能把所有为了巴结你给你送礼物的人都记得那么清清楚楚吧？哎呀，白大人，我吕某人呐，没那么好的人缘儿啊。我就是啊，太不善于处理这个人际关系了，所以说才落到今天这种地步，墙倒众人推呀。没有人能赠我东西，他就是赠了我也不要，更何况是一把破扇子。你该不会是不想承认吧？白大人，我连杀人我都认了，我还不认一把破扇子吗？啊！我是真不知道郑玉是什么人呐。白大人，如果您找到郑玉，在我没死之前，请您一定要把他给带到这儿来，我倒想看一看，这郑玉到底是什么人呐！你今天是怎么了啊？都敲4更了，还像只发情的猫似的乱转。别忘了自个儿是多大年纪的人了。年纪，你们怎么都记得我的年纪啊？好，不说你年纪了，行吧？你还年轻着呢，是我老了。这句话听着舒坦了吧？天怎么还不亮啊？什么事啊？都等不到天亮了。哎，刚才是敲了3更了吧？嗯。我得去跟宋大人说案去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说你发的什么神经啊？啊，这半夜3更的，你，哎呀，你吵醒了宋大人，合适吗？哟，哼，是不大合适。要不再等等？再等等。你呀。哎，你不用陪着我，你快睡觉去。你也不能在这儿坐着等啊，快去睡一觉啊！你看看你是多大年纪的人了，怎么就忘了？你看看我这记性，你不老啊，你还年轻着呢啊！哎呦，那可是再年轻也不能把吃喝拉撒睡给免了。你呀，你是不懂得什么叫人命关天呐。原先我想啊，临老了，我再漂漂亮亮的办一个大案，是去是留呢，也就顺了天意了。要不解开吕文州案的谜团，你说我能安枕睡得着觉吗？老头子，我去叫醒宋大人。我说你，哟，白大人，宋大人来了。白大人深夜不眠，宋某岂敢一个人睡觉啊？哦，哎，宋大人，白夫人，您瞧，这把提扇。宋大人，你们说话，我给你们做夜宵。我这个老头子啊，一整天没吃喝了。哎呦，老太婆，你跟这搅和什么？做什么夜宵啊？睡觉去啊！哎，白大人，本官深夜陪你说案，这顿夜宵可是省不得的。白夫人，那就有劳您了。你说我这个老头子啊，从来办事沉稳，这回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哎呀，你说他就那么沉不住气了。啊，宋大人，请。哟，英姑来了，我……嘘，
我是偷偷来的，别打扰他们。走到厨房说话去。哎，宋大人，那么这把遗留在杀人现场的折扇，到底作何解释呢？白大人，我确实认为吕文周所说的话可能是实话。这个倔老头子，我一次次的劝他早早的告老还乡，他就是不听。这不，老了，可别判错了案子，毁了他一世的英名。婶婶，现在虽然是出了点差错，好在没有最后定案。现在宋大人来帮忙，很快就会查明真相的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倒是叔父把关生名节看得比自己的命都重。他这么一大把年纪，我怕他承担不起他的错。哎呀，这句话呀，可掐中了我老头子的死穴了。你说可怎么好啊？白大人，案发日是哪天？4月初3夜。那天天气如何？绵绵细雨连续下了半月之久啊。白大人，4月初夜还下着雨，那天气一定是非常寒冷啊。这个吕文周选择这么一天去作案，他怎么会带着一把扇子呢？再有，白大人，预谋杀人的人醉迹现场留下物证，他怎么会带有一把留有自己姓名的扇子？这岂不是有悖常理吗？宋大人，如果卑职真的错判了人，还要仰望宋大人代为平冤，查出真凶啊！白大人，来人，来人，来人！白大人，怎么了？快迎过！白大人，白大人，醒醒！白大人，没事，白夫人。白老大人可能是着了点急，于是急火攻心。现在从脉象上看，没有什么大碍，你放心吧，没事。宋大人，来，多谢白夫人。这种事啊，在他身上发过好几回了，我都见怪不怪了。白夫人，白老大人有此顾忌吗？这都是他呀，办事太过认真，不能出错啊！这一出错，就像天塌下来似的。哎呀，那古人还说呢：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有错知错，知错改错，不就没错了吗？”就他一做错了事啊，哎呦，就像毁了他白家大辈子声名似的，他承受不起。英国，哎，你不是说留在家里吗？还是不放心你白老叔父是吧？大人，英姑这么多年跟随在您身边，从来没有因为私事求过你。这次为了白叔父，能不能求你一次？英姑，你要求我什么？我知道，你已经看出了吕文周的案子有重大的疑点。您能不能帮帮白叔父？大人，你先起来。不，你是让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
大人，因故跟随在您身边这么多年，进出县衙府院，官场上的清清浊浊，我已经见多不怪了。为庇护同僚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的事情几乎已经成风。白叔父，他做了49年的知县，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大的差错。他清廉为官，真的是很不容易的。大人，您能不能高抬贵手一次？起来吧。英姑啊，真想不到这种话从你嘴里说出来。大人，其实英姑心里清楚，您比我还不愿意伤害这位古稀老人。一方面，您嫉恶如仇，哪怕是让您亲手去杀掉一个恶徒，我相信您都不会手软的。可另一方面，您又太过于天真，天真到美好的东西不能有一点点瑕疵。白叔父，他一生把官绅名节看得比命都重。他追求人生的完美，他希望自己的清名能够流传千古。大人，这是他的可敬之处，同时又是他致命的弱点。此时此刻，如果您把吕文州的案子给翻了，这对白叔父来说，这将意味着什么？您是知道的。起来吧。英姑啊，还记得那年我们在太平县翻了吴苗水冤枉曹沫的命案吗？吴苗水啊，身败名裂，削职为民，但是不以为耻，还大骂横街。今天你白叔父这个案子，跟他多少有些像。可是吴苗水之流，如何能跟白贤白老大人相提并论？正因为这样，大人，您能不能……刚才我一个人在屋里，你猜我想什么？我在想我的父亲。我爹一生断案数百起，30余年，不曾出过一件冤假错案。谁知年过花甲，马失前蹄，铸成一起错案。英姑啊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大人，但是我爹他不能原谅自己这一生唯一的这么一次失误，以死谢罪。什么？宋老大人当年猝然离世，是因为自杀？自杀？谁能想到的？名噪一时的宋老推官，是死于自杀。英姑啊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悲痛，它在我心里深深地烙下了烙印。这是我爹用生命给我打的印记。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啊，我审案慎之又慎。每每遇到人命关天的案子，我总感觉我爹就站在我身后提醒我：儿子，人命关天。大人，这件事情，您以前真的从没向别人提起过吗？本官家事，我向谁去说呀？可是，您今天却对我说了。英姑，多年以来这件事情
就像是一块块垒一样压在我心里。我很想找人说说，但是每每想到我爹的时候，我心中也暗自害怕。我不知道我如果断错了案子，能不能像我爹一样，有没有这个以死谢罪的勇气？不，大人，您不会判错案子的。是人都会犯错。不，您不会，您真的不会的，真的。英姑，刚才你也说过，白老叔父一生把名节看得比生命还重。如果说我高抬贵手，我让冤者去死，我让凶手逍遥法外，那跟我亲手铸成冤案有什么区别？我又怎么能去面对我爹的在天之灵？大人，我明白了。大人，英姑明白，抓住真凶，释放无辜，这才是对白叔父最大的庇护，对吗？赵捕头，大人，怎么了？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我又闻到王二酒店的米酒香了。酒香？这儿离那酒馆10万8千里呢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呀，我这是因为最近店里生意清淡啊，心里着急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长着腿的都跑到吕府诵经去了，这么些日子，店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我这不心里一烦，我，哎呀，哎，哎，别哭了，哎。我说啊，这再哭，你就把我那点财运都给哭跑了。早知道你这样禽兽不如，还不如在窑子里做窑井呢。哟，想回窑子是吧？走啊！你怎么不走啊？哎，我还真不信，我花银子买不来比你强的。滚呐！你给我滚呐！滚呐！滚呐！来人呐！来人！哎，没有活的了。贤妻，为父在这儿给你做妻了。店家，哎，
这首诗是去年夏天留的，是吧？啊，正是去年夏天的事儿。哦，请。哎，这个叫做李师的人是何方人士啊？哎呦，不知道二位打听这个是要……喂，你知道这位大人什么人吗？依小的猜测，二位恐怕不是一般的酒客吧？算你说对了，这是本州宋提刑。宋提刑。哎呦，原来是鼎鼎大名的宋提刑宋大人啊！你看小的这眼神儿，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？